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今天来到节目组求助的两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李先生，39岁，来自河南；吴野张女士，38岁，来自河南。老师，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如何评价对方？烂好人，不懂拒绝，还拎不清，情绪化，不近人情，想一出是一出。你觉得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对谁都好，就唯独不考虑我的感受。我想要孩子，可他一直都不同意。我们俩现在这种情况，要孩子跟着我们一起喝西北风嘛。这话虽然不多，但是听出了核心的最大的矛盾啊！女生觉得是男的对谁都好，唯独对自己不好。男生现在最大的诉求是想要孩子，但是女生觉得条件不够。那咱们两个人就从头说一说啊，你们两个人现在是结婚多长时间啊7年了。7年。当初是怎么认识的呢？当初是亲戚介绍认识的。我们一共前后见了3次面就领证结婚。3次面？对。多少时间？也就差不多5个月吧，5个月之内只见了3次面，包含领证，3次面我们就结婚了。对，说实话，现在闪的后悔吗？后悔，后悔，也后悔啊。那看来这俩人这一肚子的委屈都挺多的啊。那谁先说？我先说吧。今天呢是我要来的，我马上就40了，我和他结婚都7年了，想要个孩子，可是他呢一直不同意。然后小孩要看他自己实际情况呀。他现在工作没一个稳定的工作。家里欠了一堆的外债，全是找亲戚朋友借的。然后这边呢，只要是他家里边一个电话，就直接失联了。这样怎么要小孩呀？有了小孩谁来带呀？我妈可以看呀。如果不是你妈妈，你怎么可能到现在为止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呀？我看我妈有错吗？孝敬有错吗？来，这太乱了啊！咱们从头说啊。你在那个录音里面说，好像男生是什么，就是对谁都好，唯独对您不好。这你能举几个具体事例吗？之前呢，他是有一个同事，然后找他借钱，当时呢，他根本就没有钱，然后他就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呢，把我们住的房子给抵了，贷出来60、70万，直接把这钱借给人家了。最后这个人也跑了，钱也打水漂了。人家不是还了钱了吗？他还了吗？一共60、70万，最后才还了10几万，剩下的钱不都是我找亲戚朋友借的吗？借完钱之后，现在全都欠亲戚朋友的钱。当时我同事我们在一块儿，然后关系也不错。他家里有点困难，然后看着挺可怜的，他多次找我，想让我帮忙。我就想着是，帮他一下吧。他缓过来就把钱还我了，没想到后边弄成这样。早知道我也不会把钱借给他了。所以这事儿确实是这女生觉得生气，我们都理解。还有一次就是之前他在单位的时候，因为他这个人吧，就是一个烂好人，只要有人找他帮忙，他什么忙他都会帮。那不是我人缘好吗？公司同事有什么事都愿意找我。那是你人缘好吗？那就是别人觉得你是一个老实人，特别好欺负才这么对你。我们之前呢，就是他单位给他做一个特别重要的项目，让他着手负责。这个时候呢，就是他有一个同事让他去帮忙，他倒好，先给这同事帮忙，然后才去做公司这个项目。结果项目延期了，导致整个公司呢赔了一大笔钱。然后赔了一大笔钱之后呢，刚好赶上公司裁员，就直接把他给开了。工作没了，这还能再找吗？你忙着回家做大孝子去了。之前呢，就是他家里边打电话说他父亲母亲都生病了，病情特别严重。他家里是兄弟俩，他接完电话之后直接就回去了，一句话就没给我留。突然就连续2个月就失联了，一条信息都没有。父母生病我着急嘛，什么叫消失了？我是知道，那你这么大一个人了，中途突然就那么长时间不管不顾，一句话也没有。最起码你走的时候你要把我这边安顿好吧，什么都不管。你又不是3岁小孩，你又是成年人了，这基本的生活自己又能自理。那我现在是结婚了，不是没有结婚。我遇到问题，我是不是第一时间需要你来帮我解决？那我又联系不上你，那你觉得我现在结婚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我还结什么婚？哎，那你的公公婆婆生病了，你没跟着一起回去照顾一下看一看吗？我这边还要工作。还有一次啊，就是他家这边啊有一个亲戚，就因为我婆婆身体不好，就介绍去云南那边有一个老中医。他家里边呢就让他开车过去。当时呢，他本来在这边找工作，给到他一个就是入职申请，差不多就是要求他1个礼拜之内就办理入职。当时他也跟我说了这个情况，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现在就是
快速先开车去把你妈妈跟弟弟先接到云南，就让你弟弟在那边先帮忙照顾。这边呢，他家里边有一个堂哥，堂哥呢帮忙过去开车把他妈妈跟弟弟接过来。他堂哥也是同意的，他也跟我说的好好的。结果呢，他妈妈就是非让他全程就陪着他。因为怎么说呢，我是家里老大，这个事情呢，肯定也是我来做比较合适。那后来公司就因为他现在这个工作态度，直接又把他给开了。今天我们也有一段录音啊，采访了一下他的亲弟弟，咱们一起听一下弟弟说了一些什么，好不好？我妈现在呢是脑梗后遗症加那个糖尿病，这俩病呢在一块反正挺费钱嘞。身边呢有离不开人，这些年呢我哥还能两头跑一下照看一下，那我嘞就赶紧把工作给辞了，天天呢守在我妈身边嘞。按理说呢这些事情呢都是儿媳妇做来的。可我们呢，从来都没要求我嫂子这些的，就是希望他能多理解我哥。结果呢，他还天天给我哥吵嘴。我今年都37了，还没结婚，也还没对象嘞。就我们家的经济情况呢，估计结婚都费劲。延续香火这事呢，就能靠我哥嫂子他们了。我妈身体好的情况时候，也想天天都想抱孙子呢。结果呢，给我哥嫂子他们说了，我嫂子呢一直也不同意。你说他这不是诚心想我们家绝后吗？再说我嫂子来我们家这么多年，也没伺候我爸妈，又不想给我们家生个孩子，我们家都对他都没别的啥要求，就生孩子这个是一个事情，他也不同意，是不是有点太说不过去了？听完这段录音采访还挺不是滋味的哈。那你弟弟也把工作辞了，那他靠啥生活呢？就是靠我这边有时候干点兼职，给他家里汇点生活费啊、医药费啊，是这些。所以这个女生是犹豫不决，说要不要孩子这个问题，对吧？现在这个情况就要不了孩子呀。这个经济情况很困难了，已经养这几个大人。对呀，自己这个经济状况都不允许，怎么要这个孩子？要一个小孩，他从开始出生开始检查、孕检，包括营养、乱七八糟、吃喝拉撒，甚至慢慢长大了上学，这都要花钱的。没错，哎，那男生你没想过这些问题吗？我也考虑到，我想的是，因为我俩年纪大了，你不能再拖了。他是不能再拖了，可是生下来怎么养啊？我现在也是在一边找一边干兼职嘛，我也是在。你还只是兼职，兼职就意味什么呢？它是不稳定的。对。但是这一家上上下下的、老老小小的，都是需要稳定的收入的，所以咱都别一根筋想一件事儿，好不好？咱们全面去想所有的事儿，统筹一下。行，而且他有些时候还特别的拎不清，就是说遇到什么事儿之后吧，本来他就不太会拒绝别人，我这边就想着帮他拒绝人，然后到最后还落得我里外不是人。怎么了？他之前呢是有一个同学，然后就是来北京这边找工作，半夜快11点的时候就给他打电话，说我现在到北京大兴机场了，你快速过来接我一下吧。当时太晚了，我就不放心啊，我就跟他一起，而且他这个同学已经跟我们说好了，因为我们现在住在武清嘛，就说我们开车先把他接到武清，他说可以的。谁知道走路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他这个同学就说不行，我现在必须去昌平我弟弟租的房那边。我的天啊！从大兴机场到昌平，一个南边一个对呀，我们第二天早上6、7点钟要起来赶早班，根本就没有时间，也休息不好。他天天晚上回来都11点多了，我就直接拒绝他同学，我就说你或者先跟我们过来回武清，明天白天有时间你再回，怎么说都不行。他倒好，根本就不站在我这边。你理论归理论，你别跟人家吵啊！你说话不能好好说嘛？你当时你怎么说的？你说你下车吧，我们送不了。当时把我同学气得脸色都变了，他同学都要下车了，你能这么搞吗？我同学当时那他当时明明都知道你现在这实际情况，知道你晚上熬夜加班，早上还要早起，他还要这样对你。还有什么事儿是你觉得？还有就是他那个同学吧，他另外有一个同学在河北那边有一个商铺，然后呢回老家了，就让他开车去取钥匙，晚上11点多回来，然后从这边开车到河北去取钥匙，永清那边。取完钥匙呢之后，就接二连三给他打电话。他是想把那商铺租出去嘛，只要有人看店面，就给他打电话，让他开车去给人开门。开到河北去啊？是的。有一次我们本来就订好位子准备去吃饭，他同学又给他打电话，我就直接拿着电话，我跟他说，我说我们去不了，你找别人去吧。他倒好，他直接跟他同学说我小心眼，说我不善解人意，你这么还把我说不合适啊！你想人家之前帮过咱们，不，哎，不，你就是个中介，你还得收个中介费呢，对不对啊？对，他就觉得欠人家，其实之前也根本就没欠过。当时大学也是一个宿舍的，所以说就想着帮他送个钥匙，太不近人情了你。
哎呦，我的天哪！要都像您这么不是尽人情，大家都别活了。同学都过得生活自己了，都没朋友了。现在。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有什么事儿求到了你的这些同学和朋友呢？就是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当时呢就是拍完那婚纱照特别大，不太方便。然后他同学呢当时有车就在附近，就跟他同学打电话让同学帮忙。最后呢也没怎么帮上忙，还是我们自己找的车发的物流发回去。然后他就觉得欠人家，就觉得不好意思，然后就给人家这么帮忙啊！我以为欠了一多大人情呢，我的天哪！不是兄弟，你没欠人家钱吧？没有。哎，还有啥事儿啊，姑娘？还有就是他们家装修，我之前一直以为他就是遇到什么事儿了之后，就是不知道拒绝别人。谁知道他们一家人都是这样。本来呢，我们新房子装修，当时呢，我们两个也特别忙，在上班的时候就觉得说没有时间嘛，就想着找一个专门的施工团队啊，包工包料，这样省时省力。然后呢，他这边他爸爸认识一个邻居，邻居之前就跟他爸爸打个招呼说，如果你们家装修的时候就来找我，这个样的话我可以给你就是性价比最高，然后就让这个邻居来帮忙。结果帮忙之后呢，本来3个月的工期，硬是用了小半年，这个就不算什么了。谁知道装完了之后呢，那房屋就防水没有做好，把楼下那个墙壁就是那个漆嘛就脱落，而且还有那个把人家那柜子什么全部就是损坏的就不成形了，包括我们家住的那什么抽烟机也根本就不起作用。没用了1个礼拜，那马桶也就不管用了。然后我就想找他理论嘛。这个事儿他们家知道之后，所有人都来说我的不是，还都劝我说我太小题大做了。你这上去都是跟人家吵，那邻里相亲的，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你都跟人家吵成啥样了？有点小事一点就着，并且那个太情绪化。想一出是一出的。您这肚子里也委屈不少，您说说吧，您对自己的妻子，你觉得哪儿有不满意的地方？其实那段时间也不是我没有工作。本来有一个工作，硬是被他这个想一出来一出给我搅黄了。怎么了？因为我之前是做那个游戏设计的，所以说当时我找工作那段时间就是还想找相关的，这样我毕竟熟悉一下嘛。我就准备去入职了，他突然就是来信了，然后给我找了一个设计老师的工作，觉得我能什么都能干。其实那个老师我其实感觉我干不了，因为他主要是靠讲的。他为了让我来这个地方上班，他把我游戏的工作他私下里给我推了，然后我好不容易来这边上班了，刚上2天。他又说这个不适合我，他又让我让我再回去再找游戏了。太紧张，晚上都经常性的失眠呀，睡不好觉，我才想着帮你换。那现在都跟人家推了，你怎么再去？所以说他就是太想一出来一出了。其实你们俩刚才说啥，我有点跑神，我脑子里面一直在回荡着弟弟的那个录音采访。我想问一下张女士，你听完他弟弟的那个采访，你有啥感想吗？怎么说呢？他说的是挺轻巧的。家里边就因为他欠了几10万的外债，然后完了之后一天到晚的别人要什么忙他都帮，从来都不拒绝，把家庭生活弄得一团糟。包括之前他朋友欠他那钱，也是我找人帮他填这个窟窿。现在这个状况，哎呀，我就觉得真的是我也挺委屈的呀。还有一个问题啊，他爸爸妈妈病了这么长时间，你一次都没去看过吗？我没有时间。一次都没有吗？2年了。2年媳妇都没回去过一次。爸爸现在身体怎么样？我爸爸已经不在了。爸爸走之前你去看过吗？没有。所有的葬礼的这些什么的，你都全程参与吗？我都去了。那婆婆病重的这2年，你一次都没有去过吗？我中途也给过钱呀。我的意思是，除了给钱，人有没有去看过一次？没有。好，那你们2个人今天来咱们节目，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我们2个年纪都比较大了，所以说我想要个孩子。你想要孩子，这是你的诉求，就希望妻子同意。那妻子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我就觉得他人挺好的，但是他现在什么人他都不拒绝，给家庭生活带来这么大的压力，我就觉得特别委屈。我就想让你们劝劝他。你还想过吗？他如果还这样，那肯定是过不了。他的性格就这样，你还要过吗？而且他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诉求，我就是要孩子，我不管现在的家庭经济状况是什么样，我现在就是一心要孩子。那就不过了。咱们先来听听今天同样来求助的第2组嘉宾刘先生和汪女士，你们听完他们的事儿，有啥想对他们说的？我感觉台上这位大哥这办这事儿，你这朋友纯是坑你的。这要是我要办出这样事儿，那直接我媳妇儿就直接给我骂飞了。就我还是挺同情这个
姐姐的，就是如果要是我感觉这个孩子是一定不能要的。那你觉得大哥的这种的为人处事的方式，他能改得了吗？那你要不改的话，那你能有媳妇吗？谢谢二位啊，我们接下来听听各位老师，大家有什么解决方案？夫妻是命运共同体，是需要一起去承担责任和义务的。一个做丈夫的，把自己的热情和笑脸都给了别人，却不顾得罪自己的爱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结婚7年，一个39岁，一个37岁，到至今没有孩子。这位妻子对生孩子没有信心，但是折射出的是什么？是对您没有信心。妻子在自己的婆婆病中2年，虽然远，虽然忙，没有回去过一次，这透出的是什么？是她对你的失望，对这段婚姻的失望。你们2个人的这段婚姻相互之间，除了失望还是失望，除了后悔还是后悔。现在不是生不生孩子的问题，是你们这段婚姻能不能维系的问题。作为丈夫，你要看清楚这段岌岌可危的婚姻能不能走下去。作为妻子，你也不用自己去麻痹自己。这段婚姻你是不是力不从心？这个男人你是不是没有了信心？如果真没有了，我们不妨2个人坦坦荡荡说明白。张女士是吧？我给您总结啊，4个字：风险很大。李先生，我觉得他胆儿真的很大，他居然在背着你把你们的房子，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去抵押，并且如此大额的钱去借给别人，您完全不知道。像您所述，他有一个老好人啊，做好事儿也没有任何的成本。那我认为，你未来可能你的风险，你们的夫妻共同债务会很多。关于你这个生育权的问题啊，我从律师的角度来说是平等的，你可以不同意，你可以考虑到家庭因素、生活环境、经济条件都可以。那么男方，我想跟您说的是，如果说您的这种状态，您真的考虑清楚要孩子吗？您要孩子的目的只是为了传宗接代，或者我为了老人，那您有没有想到孩子是无辜的？而且我明确的可以告诉你，关于生育权的问题虽然是平等的，但是根据我国妇女保护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对妇女是侧重有一定的保护的。所以我觉得你对于生孩子的问题，你考虑清楚。我希望你们2位先考虑一下未来的生活上可能产生的风险，包括法律风险啊，也包括你们的经济能力，再决定你们要不要继续走下去。好，谢谢王律师啊。我想揭开2个真相。第一个真相叫做孝，第2个真相其实也跟孝有关，就是关于您弟弟失业回家照顾母亲这件事儿。首先，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人打着孝的旗号，在做生活的逃避者。什么意思呢？我孝顺，我得照顾我爹妈呀，所以我不能工作啊。如果你弟弟真的孝顺你妈，他不应该指着你这个哥哥来给他们生活费。这就是接下来的第2个真相。你弟弟到底是因为找不到工作，还是因为真的需要每天24小时的伺候你妈妈？作为一个儿子，如果24小时的伺候妈妈，他需要帮妈妈端屎倒尿，他需要帮妈妈擦洗身体，他方便吗？如果你弟弟是真的孝顺妈妈，他不应该努力工作赚钱，找一个护理的人员，是专业的人员去照顾一个脑梗的病人吗？我觉得人最可怕的是不面对自己内心真实的那个自己。如果真的面对了，可能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如果你们一味的做缩头乌龟，我做生活的逃避者，然后我打着一个幌子，我需要一个非常漂亮的外衣去当我的遮羞布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对你们身边所有的人都不公平，尤其是你已经结了婚了，有了家庭。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说到的下一个问题。在家庭关系当中，夫妻关系永远是第一位，其次排在第2位的叫做儿女关系，排在第3位的才是父母关系。这样一个家庭它才能和睦，只有夫妻关系好了，孩子才会幸福，父母才会安心。那么在一个健康的家庭关系当中，第一，男人不能缺位；第2，女人不能错位；第3，父母不能越位。大家只有边界清晰，各尽其责，这个家才能家和万事兴。你们现在全搞乱了，他对你们家的意见非常之大。他的表现就在于，我这个婆婆这个人跟我没关系，就显得近乎这个人一点人情味儿都没有。大家可能一听完说啊，婆婆病2年，怎么当媳妇儿的一次都不去？你就算是一个朋友，是不是也应该去看望一下对方的母亲？但是你为什么一次不去？以工作忙为借口，是因为你从心底内心深处压根儿不认同你丈夫以及他弟弟的这种做法，从而牵扯到了对于他妈妈还有他爸爸的这种憎恨。所以你们2个人的夫妻关系现在非常糟糕，你还想要孩子呢？首先啊，老李是这样，我觉得你不如你弟弟。你弟弟说得很清楚，我要做个孝子，我要24小时照顾我妈。我现在没有工作，你弟弟没结婚呢，你做你的孝子，你不能因为孝字捆绑我，让我跟你一起不计代价去孝，对不对？对，好，所以你妻子可能没法像你那么孝顺，她可能做不到，她甚至都理解不了为什么你的孝顺必须抛弃工作。你既要做孝子，又要做丈夫，现在还想做父亲，你能力够吗？不够。不够，那你还要当爹吗？要啊。没关系，我坚定地支持你的权利。作为一个成年男性，已婚男性，你有权利要这个孩子。但是有些人做事之前是不是先想一下？我一直不理解，您是住武清对吗？对。您的母亲住哪儿？现在在老家呀。老家是在河南吗？对。从河南到云南看病必须开车去，一个老人家病了，从河南到云南得走公路，得让儿子开车送，不怕晕车呀？那油钱贵还是高铁票贵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一个基本逻辑，我一直考虑不明白这事儿是怎么想的。你就不怕自己的老母亲颠沛流离吗？所以那半年到底干嘛去了？反正弟弟跟哥一条心，你让弟弟电话录音里怎么说他就怎么说，咱们就当那半年真的是去云南了吧。要孩子是为了满足母亲的要求，还是你的要求？主要是我的。你告诉我，你和弟弟谁更适合？如果必须一个人，你和弟弟讨论过这个问题吗？讨论的结果就是我弟现在先看嘛。对，你应该干什么？我工作上班啊，赚钱。对，你这么做了吗？你把弟弟都给害了。第二，如果说你照顾老母，让弟弟去工作，是不是对于你们兄弟来说是更合适的？因为你弟弟比你有更需要工作的这份需求，因为他还没有结婚，你至少还有一个有工作的妻子在帮衬着你这个小家，对吧？对，说的对。你决策失败。我告诉你一个我认为的一个事实，虽然你的老婆并没有去照顾你的母亲和父亲，但她尽到了她的职责，一起举债，一起把自己家用也给到你的母亲，对不对？也同意，甭管是事先同意还是事后同意，也认可了你去辞去工作照顾母亲这件事实，她在挣钱，对吗？对。所以不能说他没有尽到儿媳妇的责任。接下来，
你交那些朋友做一个烂好人，你交到了是什么？你交到了一群白眼狼，他们一点也不尊重你，你里外不是个人哦。你现在还敢去跟自己妻子，现在唯一的家里这个支柱，再说生个孩子吧，那是你应该去做的。拜托，你有没有动脑想想啊？你今年39，对吧？像一个孩子一样无知，那就是太自私了，你太自以为是了。你以为所有的事情你都能去做一个正确的决定，但实则上你是错误百出。所以如果你还珍惜这个家，如果你知道你错了，拜托，第一，不要提出生孩子这个要求，至少现在是完全不适合的。第二，把很多决定权交给妻子吧，好不好？这样才是救你们这个家，救你们这个大家的唯一的办法。好，接下来我们跟第二组嘉宾交换一下位置，你们坐那儿也好好想一想刚才各位老师说的话，好不好？谢谢各位老师，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老师来，我们请交换位置，谢谢。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刘先生，33岁，来自沈阳，电气工程师；汪女士，29岁，来自沈阳，教师。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感情中最大的问题，他不实在，他跟我就不是一条心。他太强势了，我天天只能围着他转。感情中的地位平等吗？不平等，他永远都向着我婆婆一家。不平等，他天天横行霸道。你希望对方做出的改变？对我对孩子，他都能上点心，我就知足了。别总跟我斤斤计较，有话就好好说。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你们是哪年结的婚啊2020年，孩子几岁啊？孩子2岁半。那今儿咋的啦？来我们这儿了？主要的问题，他这个人嘛，就是非常自私，而且他特别向着我的婆婆，然后向着他妈，是吧？对，他特别向着他妈，向着他姐，他向着他家所有的人，但是他就是不向着我。并且他身上毛病还特别多，我就觉得如果他不改的话，我们俩这婚姻就没有办法再进行下去了。妈，这么严重呢？他身上啥毛病？你一个一个帮我们细数一下。我们俩嘛属于闪婚，就是更闪。我们是认识7天就领的证，他就画饼画的特别好，对我也挺温柔的。然后说之后把家里的财政大权全都交给我，但是时间一长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我就发现他老藏钱。我一共就藏了2回，让你发现了，然后怎么就变成老友了呢？藏了多少钱？比如说他开1万块钱，他就能藏1000块钱。然后因为他交给我的工资和他实际上发的工资是对不上的。你知道他实际的工资是多少是吗？他有短信呢。后来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只能上交了。上交可倒好，最后他给我开个亲密付，然后给我限制额度，每个月刚开始限制1200，从1200给我降到1000，又从1000给我降到800，800我连加油都不够，太少了这点钱。那你要不够了可咋整啊？我不够我就得冲他要，完每次要我，哎呦我天哪，我老卑微了，我把那个图片截图我都要来了，我这有证据。来，我们看一下。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尤其的上个月的此时，老婆大人向我转账200块，以维持我的日常开销。老公，我最近昼夜难眠，时常感慨生活的艰难，希望老婆能再给予我200元的资金支持。我800块钱已经都加没了，然后我再加油，我没钱了。就我都给他算的800，他是正好的。最开始给他1200的时候，我有一次我一开窗。发现他在楼下抽烟呢，因为我们要孩子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就把烟戒了，然后结果我生完孩子，我突然发现他又偷抽了，那就是说明钱给多了，然后就变成1000了，变成1000以后，他就老买一些破烂，因为他是电气工程师，他喜欢买那些5金配件，然后买的特别多，我家里根本就堆不下了，专门有一个房间放他那些破烂。我一看，你老买这些破烂，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又给他减掉200，然后这800实际上是够的。你每次要钱的时候都需要就是想一想要用什么措辞是吗？对呀，我但凡说的不好的情况下，他是不可能给我的。我提前要钱，我得提前1天开想，我该怎么去跟他要这个钱？为啥不给你？你心里有数啊？
他刚开始我们俩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他对我特别好，就是过节呀，总是给我买什么各种各样的小礼物。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什么都不给我买了。现在过节就得我给他买，我给他买，然后可能才能提钱，他都得这么申请，他上哪给你买去啊？我要的礼物就该是钱吗？你就不能花点心意啊？你现在心意也不花，钱也不花，然后我送他的礼物全都是特别贵重的礼物，然后他就想送俩棒棒糖就给我打发了。别提他送的礼物了，他说的就是手机。他买个手机想要送给我，然后我还挺高兴的。打开的一瞬间，我当时懵了，粉色的手机，他是送给我的吗？因为当时同时发售很多颜色嘛，就那个粉色是最便宜的。我们两个结婚了，我肯定得从家庭方面考虑，我就想买一个价钱又合适，然后产品又完成了更新迭代的。然后当时你师傅说你不要，你说大老爷们用不了粉了，我说那你用不了，那我就捡着用呗，那总不能说那个就搁那白扔了吧？我是不乐意了，但我没说不用，我买个手机壳，然后合计黑色手机壳我把这个粉色套上，我还能用，我还能用，没等我手机壳到了，它都用上了。在这个家里边，我只能这样，就是我用的东西，我要能比他好，那我就跟范天条了。不管是手机也好，还是用的东西好，就连吃的东西，我都得老谨慎了。怎么了？有一回咱俩去这个蛋糕店买蛋糕，然后其中有一个冰皮月饼，买回去然后一起吃呗。之后有一天我就没注意，我就顺嘴就给吃了，这可倒好，大闹一场。就从小到大，我没有人跟我抢东西，我就跟他在一起以后，我都已经够让着的，他老抢我吃的。没闪婚之前，觉得闪婚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事儿。闪婚以后，发现这个人身上毛病特别多，他除了吃东西不给我留，然后还有很多问题，就是他还很暴力。就是我们俩刚结婚1个月，他就一推，就直接就给我推骨折了。太夸张了，明明就是脚崴了一下，然后到他嘴里变成骨折了，我这证据都有，这叫骨折吗？哦呦，太厉害了！哎呦，我这个脚现在能看出骨折吗？这是他刚开始照的，完后期都肿得老高了。哎，不是你去骨科医院，医生给你下的诊断就是骨折吗？都没拍片子，摸一摸说没事啊，小姑娘回家去吧。这个点你问我，这是稍微蹭了一下以后皮外伤，医生也没给你下诊断说骨折，你为什么要栽赃他给你弄骨折了呢？跟我妈说的。哎呀，你跟你妈说，你跟你妈妈说，你不是在挑拨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吗？就所以说很多事儿都很夸张，你先别说你这个脚了，他有一回给我前胸挠的全是血淋的。他不出去喝酒，我说你别出去了呗，完了他非得要出去。那你出去喝完酒回来，你就老实回来睡觉呗，不得回来刷酒疯，就非得赖着我。我最烦别人就在我身上就赖着我，我就使劲一推，我就因为美甲，咔嚓就给他挠出血了。挠出血以后，他就生气了，他就跑了。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他玩失踪，我就报警，警察就上天台，就是我们家那个楼上的那个天台，给他找着。完，警察还说我，警察说他都喝多了，你还跟他记个？他要是一没想开从楼上跳下去，你咋整？真是人民好警察，真的，这警察说的对。你还说我喝酒，我喝酒为啥呀？孩子2个月，他没产后抑郁，我都快产后抑郁了。咋的了？从孩子出生，他没有母乳，然后找个开奶师，开奶师来到我家，我不可能单独给他2个人关到一个屋吧？本身他就生完孩子之后特别敏感，然后我就在屋里安慰安慰他，然后问问开奶师平时怎么能让他多下奶呀，吃什么东西啊，注点什么意呀，这可倒好，他又不干了。你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不问问那个开奶师怎么才能让就是我爱人的身体恢复的怎么能快一点，然后你就合计怎么才能让他成为一个更好的奶牛。我不问他怎么开奶，我问他，我说这个高楼大厦怎么建设起来的，他会吗？所以你问完之后他怎么了？他就直接给我骂出去了，说你赶紧给我滚，别说话了。我妈合计是安慰安慰他吧，别太激动啊，情绪。刚一进屋就说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他可倒好，挨着都把嘴闭上，能不能出去？最后闹的我妈搁外边哭，他在里边哭，就两面都委屈。我就想要一个安静的环境，我也没有错呀。你以为你是太阳，整个世界都要围着你转的？就是我别的时候不是太阳，当时我觉得应该是太阳。头1个月母乳到最后也没开出来，那赖我呀。然后咋整啊？孩子喂奶粉的情况下，他就知道呼呼大睡，晚上起夜得4、5趟。
我是换尿不湿、冲奶粉、喂奶、拍嗝、哄他睡觉。我刚躺下半个小时，马上孩子又醒了，又叫了，我再来一遍这个流程。我剖腹产，我跟他躺着，我刚开完刀，第二天我就回到家了。然后你要求我陪着你下地冲奶喂孩子，那你伸点手也行啊，反正就是我怎么伸手？我不能就是在这个动家，我做好了，他不说，他也不夸我，但我有一点要做不好，那完了，那来吧。就是为什么你带自自己的孩子，我要夸你呢？而且你带的有多好啊！就是他第1个月大，后面都是我妈妈带的。就我妈妈带孩子带了整整8个月，孩子就是健健康康、白白胖胖的，然后非得要带到他妈那去，真就是妈妈生，姥姥带，爷爷奶奶来欣赏，带回去你就好好带呗，不负责任，然后给孩子直接带感冒。那我儿子人生当中第1次感冒，才8个月，39度。孩子哭我也哭，然后我着急，我说回到沈阳市里赶紧去，因为孩子第1次发烧，因为万一烧特别高再抽搐之类的，然后他就要求直接在村里，然后也不验血也不化验，然后这边就要打点滴了，然后他在旁边跟他们那帮那个村里老头老太太不是搭那些药完唠嗑。等，我真的听不下去了。你一个当妈的，孩子39度不知道怎么处理吗？不知道啊，我第1次当妈。我也第1次当妈，我怎么知道怎么处理的？那我们不一样呗。为啥不一样啊？那我不知道啊。你养孩子之前不查查吗？39度怎么处理啊？这是39度怎么处理？是不是也得去医院处理啊？我也不能自己处理啊。万一你不得先在家降温吗？你不降下来，孩子才容易抽搐呢。但是那个情况下，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我寻求医院的帮助，我也没毛病，对不对？没错，就赶紧去沈阳。但是他不去。他就听他妈说的，他怎么说？他说他和他姐小时候就是在这个村卫生所过来的。是啊，他确实是这么过来的呀。但是养猪都科学喂养了，人我怎么不还能8个月的孩子不化验直接就扎针？你说的都对，最后去沈阳了吗？最后是我妈去沈阳的。那这个事儿最后就去沈阳就解决了是吧？就孩子生病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对吧？这个事儿其实我想说的重点都不是卫生所啊，还有更多的隐情。你说。这不让扎针吗？又闹上了，闹上说的老难听了。这村卫生所，我妈跟着这个大夫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都认识，就说你脑瓜子咋想的？那里边装进水了还是装大酱了？这孩子怎么能让他扎针呢？就开发飙了。我问一下，咱们这件事先搁这儿，就是你老婆对于你们家的人是不是都是不太尊重？太有了，她。就包括我妈这面，我回家收拾屋，不很正常吗？回老家，我给家里安个手盆儿，这可倒好。本来这手盆2个小时就能安完，然后我就可以再回沈阳。他给我打30个电话，就是这1个手盆我整整安了1天。那天中午我说：“那你们在家吃完饭，你们再回去装手盆。”他说不干，他说他就要现在就要回去。我说那也不至于不吃中午饭吧。然后我这一看定位，哎，人家领他妈妈去烤肉店单独开小灶去了，然后把我妈孩子扔家了。不是他这种人，他人就是这么敏感。我这个买手盆的地方正好手盆在楼上，烧烤店在楼下，他定位给我定到这个烧烤店那儿了。一查我定位，你为什么在烧烤店那儿？啊，然后就出来这30个电话。世界上怎么所有的巧事都让你遇着了？那就这么巧，就这么巧。吃了吗？没有吃，他就查我定位，老敏感了。不是，最主要的是我俩结婚以后，你永远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你们家那头，你们家那头事儿简直太多了，从你爸妈到你姐到你七大姑八大姨。我就没见过谁家女儿女婿大过年的回家拜年，得小舅子10年如一日开车去给姐姐姐夫接过来，给丈母娘家拜年。刘老师，如果我要是1分钱没有，1分钱给不了我姐姐，给不了我妈，我平时我也特别殷勤。他父母都有退休金，为什么还要用我们来补贴？那我妈怎么没用我补贴呢？他没补贴，他就是跟前伺候来着嘛。那我们不是很老的人，我们很年轻，父母也很年轻，为什么我的父母能全心全力的就是帮在我们这个家上，他呢就是永远像个漏勺似的往他们那边漏。他父母我不当，没办法，人家生他养他了。他姐呢就是永远就是要求他，就像
当个白宫一样。就是我们家搬家，他姐夫从来不露头，他姐和他姐要搬家，他就得麻溜的开着车来回100多公里，就那么坑坑的来回去。他姐非得要给孩子这个点读笔，我说不要，其实就是因为搬家的时候没有地方放了，他嫌当害给我，我说我不要。他姐说拿着吧，拿着吧。他说你看我姐都给我了，你就拿着吧。拿过来以后隔了半年，他姐说哎呀我要那个点读笔。然后我说这上哪找这点读笔，都半年多了，而且是那种小孩幼儿园用的点读笔。然后他说他家他姐的孩子上高中了，说要用这个。我说你不开玩笑的吗？我说我找不着了。然后他说那你找不着你就得给我姐买个新的。我就不太明白你家怎么这么有意思呢？还好意思说点读笔？我刚拿走，然后呢我姐就给我来电话了，说你赶紧回去吧，你别过来了，你赶紧哄哄你媳妇儿去吧。说那个你媳妇儿说了，说你挺能挑拨呀，你要这么能挑拨你自己老公去，你挑拨你小弟干啥呀？你要感觉他好，你跟他过呀。这哪有这么跟大姑姐说话的？那是人话吗？我感觉以后咋见面了？我说的不是人话，你姐办的是人事儿呗。就他就是从结婚开始，他姐一天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有可能1个多小时，有可能2个多小时。正常我觉得应该跟老公讲的东西，他姐永远都要跟他讲，不管你是在开车还是不开车，你姐这个电话就搁那放着，就搁那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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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一直说。我对他已经都无奈了，真的，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做好了。他是不是经常情绪会失控，经常会当着你们全家人的面发脾气？对呀，就近一次，今年跨年，我外甥和我外甥女儿来到咱家，然后我妈就炸了一盘这个鸡柳，我合计小辈儿都爱吃这个东西，就放他跟前了呗。他又炸毛了，在桌上上来就来一句：“这饭我吃不了。”直接撂块走了。他所谓那个小辈儿，岁数比我还大半年呢，然后他生小辈儿，我就希望这个东西放到桌当面，所有人正常吃就不行吗？那一个小辈儿，你让一让他，那不很正常吗？他是有多小的小辈儿啊？然后他就直接一摔筷子说：“这饭没法吃。”就是这饭我吃不了了。然后最后我妈单独给他炸了一盘，搁屋里吃。那他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发脾气的时候，你妈妈会怎么做？你妈妈会哄他吗？还是怎么办呢？会呀，我妈不会激化矛盾，我妈对他挺好的。哎，我最后再加一个问题，你俩同时回答我就行啊。你们还爱对方吗？爱，还行。来，我们先问问今天同样来求助的咱们第一组嘉宾啊，听完他俩的事儿，有啥想说的？我觉得吧，俩人反正在一块儿，肯定也是一种缘分吧。就是男的多多少少让着女的，也是应该的。就是俩人不管怎么样，好好相处。对于这个父母吧，就是关照父母也是应该的，毕竟孝敬父母是美德嘛。我感觉其实这个妹妹吧，我挺羡慕她的。她现在有孩子，而且家里也没有太大的压力，而且老公也挺宠她的。她所说的那种生活上的一些矛盾，其实在我看来就是在台上撒撒娇那种。自己觉得日子快过不下去的日子，在别人眼里竟然成了一种奢求和奢望。来吧，我们接下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啊。您的妻子脸上我们看到了灿烂的微笑，但是在微笑背后，我更多看到她脸上刻着2个字：霸道。这个丈夫，他说爱依然在这样窒息的家庭环境当中，您非常成功的磨练了他。这个家必须围着你转，这个家必须听你。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喜欢上一个人就必须喜欢上他的家人，但至少我们要对他的家人有足够的基本的尊重。你没有，既然喜欢这个男人，给他一点基本的面子又怎么样呢？他就对你更加的顺从了。但是我还是认为，夫妻之间如果靠顺从听话有意义吗？最后送您一句话，这个世界上霸道强势的女人往往婚姻不幸福。我给男方一个建议你的收入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你可以支配。如果你需要问怎么支配我可以帮你，因为这个我听的真的是很生气。话说回来，对于女方这边，你的说法、你的做法这些，从你的角度我都能理解，但是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站在你爱人的任何的一个方面去考虑问题。我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它是2个刺猬，他们想生活在一起，
但是他们一旦靠近的时候就很疼。这个时候，这2个刺猬做了一个办法，他们要想生活在一起，是需要每个人都把身体的一边的刺拔掉。现在给我的感觉是，你爱人想拔，你不想，你那个刺就在那扎着，你就想扎它。那我告诉你，有一天你可能把它扎走。那个时候，你别说你要控制他的经济了，有可能你们的财产等等这些都要进行分割。第二，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母亲，你不了解这个都能理解。可是我想跟你说的是，从孩子出生到现在，你错过了很多很多未来可以怀念的画面，因为你没经历。所以我觉得，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你的做法确实过分了。那我反过来，对于男方，我也觉得你太宠了，你可能很爱他。另外，你可能自己觉得你是从农村出来的，他是城市的，你也许会有一个所谓的身份地位的落差，没关系，有也可以，但是你不能一直的退让。我觉得你要实现第一步，就是在今天这个事儿结束之后，如果你们未来还想在一起，你先跟谈他经济独立的问题。并不是说我钱都要你自己，没有必要去藏这小金库。你不如好好跟他谈一下经济独立的问题，你们怎么分配你们的共同的收入的问题。我可能有一些话会刺痛你，但是刺痛你，其实我是希望你能成长。首先第一点，你为什么会闪婚？因为你压根儿一开始没有去了解这个男人他的家庭情况是什么样，你只是被他的颜值所吸引，嫁给了你以为的爱情。然后当你真正走进婚姻，开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时候，发现糟糕了。你发现了你们门不当户不对，你发现了他的家里面有7大姑8大姨，爸爸妈妈姐姐需要他照顾，你发现了你们2个家庭悬殊，所以你打从心底没有看上这个男人，你看上的只是他这张皮而已。你瞧不起他以及他的家庭，因为你刚才那些所有种种的表现会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没有家教的人，这是最基本的素养。因为不管怎么样，你再瞧不起一个人，你不能对你的长辈破口大骂。我知道你现在日子过不下去了，因为你发现这是个大坑，因为你觉得你一直在吃亏，因为你现在觉得我就是下嫁了，所以我为什么要把他所有的钱全部看得这么紧？我不能再吃亏了。你以为他的妈妈和姐姐真的怕你吗？不，他的妈妈和姐姐只是怕自己的儿子和弟弟难过。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能接受得了你这个脾气，你知道吗？他现在在全部包容、小心翼翼地捧着你，把你捧上这个皇后的位置的时候，其实是在害你。因为有一天，当没有人能受得了你这个脾气的时候，就是你摔得最惨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可以转身而走，你就已经离不开他了。我这努力劝自己半天，哎呀，雷鸣啊，你可别生气。对比一下，结婚23年了，我看着你，我发现我媳妇儿对我真好。我跟你说，哎呦，您这受多大委屈啊！我现在觉得我自己真的好幸福，我们都在比啊，所以我不生气。你看啊，人呐可以高调，人的每一份高调都有价格，不一定什么时候付代价。所以我就跟您说一件什么事儿呢？2岁半，如果父母出现点什么变化，原则上孩子随母，多大岁数就得尊重孩子自己意见了。咱问一下律师，8岁，哎，8岁，还有6年啊，还有不到6年，不到6年。人在有竞争优势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多留条路，不能把自己做到众叛亲离。有些事儿是积累的。你的丈夫刚才说他太压榨我了，但是他现在呢，希望他的小家美满幸福，希望他的独生子父母双全，咱们一家3口加上爷爷奶奶加上姑姑，咱们一起往前走，这是他现在的期待，所以他很服从。行了，我说完了。2位现在呢，阖家美满，稍微调整调整，多幸福啊！
2岁半小男孩，现在应该是2岁半，现在也应该能叫妈妈，能叫爸爸，能叫爷爷奶奶，能叫姑姑了，慢慢说话越来越多了。为了他，咱也得给自己的婚姻留条后路。你被大家保护的太好了，妹妹。咱在家里头，爸妈惯着你没问题，但出来，人家惯你，可能有一段时间，但是一定不是一辈子。你再想一件事情，一个家之所以能够幸福，我觉得你现在感觉到很幸福，因为大家都惯着。但如果一个家只有一个人感到幸福，而其他人不开心，这个家不可能幸福下去的。真正幸福是每个人都会发自内心的笑，关系是平等的。其实我看到你跟老公之间那个微信沟通啊，我觉得挺温馨的，挺好的。老公说那些话，让我透着幸福。真正能够把控这个家，真正做到强势那个强者呀，反而会低头。就像我跟我们家媳妇儿也说，领导怎么样，钱都给领导。钱你管，你来分配，但实则上我是我们家的顶梁柱，我是我老婆我的领导的依靠，我懂，他也懂，但这小两口他要有个默契呀。你别真以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了，人说几句好听的，持续对你甜蜜，你就真觉得自己必须要压着人家，你所有都是人家给的，可以给就可以收回，收回时你可受不了。我们所以呢，身在福中，我们要知福啊，珍惜吧，妹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两组嘉宾回到我们的门后，想一想，我们待会儿是否要出来。好，在揭晓我们第一组嘉宾的答案之前呢，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看节目的完整内容。好，我们一起来期待我们第一组嘉宾的结果啊！3、2、1，请开门。对手同在。出来有什么感悟，或者说想明白的一些事儿吗？就是要顾好现在嘛，因为毕竟我俩确实，还要继续，所以说当前顾好现在最重要那了。孩子的事儿呢？孩子的事儿等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考虑。其实要不要孩子的主动权是握在您手里。如果你改变了，让他看到信心了，水到渠成。谢老师，我想提醒你们就一点，无论你们未来的经济收入是什么样的，不要再擅自的做主把你们的共同的财产做任何的处置。你们毕竟要未来，假如要孩子也好，都会有用钱的地方，不要再这么做了，这样一定是很危险的。另外一个小建议，妻子抽时间回去看看病重的婆婆。好的，好，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们，我们一起进入浪漫30秒。好啦，请亮灯。这一个拥抱啊，让多少的女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对，没事儿，好好抱抱老婆，好不好？好，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祝你们生活幸福。谢谢老师。好，谢谢老这边师。好啦，那第二组来，我们一起看第二组的结果。3、2、1，请开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3、2、1，请开门。那个我改。
咋的了？上来就我改，他很直率，你改其实性格很好。对，我觉得那个哥哥说的很有道理。要改，然后要把政策放的适当宽松一点，然后不要去做那个总抬头的人，我也适当的去低头。我相信，尽管我低头，我王冠也不会掉，他会帮我扶着的。收回2个字，政策2个字收回，你不是家里的政策制定者。男生有什么想说的？是不是有种沉冤得雪的感觉？我今后呢，如果真有错的地方，我也注意。对，也不能说是他所有都错，对不？我也是多理解理解他。来吧，接下来时间交给你们2位，进入浪漫30秒。好啦，请亮灯吧。这位妻子，你小鸟依人的时候特别美。你多温柔的样子啊！以后保持这样样子，他会对你更好的啊！好了，祝福你们俩，祝你俩幸福，谢谢。谢谢各位老师。好了，这边走。好。好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来自抖音网友的提问，他说丈夫出轨，我在网上曝光第三者照片、基本信息和聊天记录，然后我被对方告了侵权和赔偿，我觉得自己很冤，我该如何维权？关于网友提到这个问题，对方以相关的法律规定《民法典》第1024条和1032条起诉网友侵害隐私权，并得以赔偿。本案当中呢，我们认为网友很有可能会败诉的。那么网友是如何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呢？你要考虑你的丈夫和对方在交往过程当中有没有资金往来，有没有你的丈夫以夫妻共同财产转账给对方。如果有这个行为，那么你可以要求对方返还相关的夫妻共同财产。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好了，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呢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